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吹吹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投资美国的500大企业，也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你只要再运用3个方法，你就可以使你的绩效超越 90% 以上的同类型的基金经理人。并且我今天会在这个频道当中跟大家分享4档追踪 S&P 500指数的 ETF， 我们应该要如何选择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个频道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如果是想要每天都增加一点点投资知识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我会在那边每天分享有用的贴文，相信对各位也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好，那我们现在要先了解什么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是标普500指数啦。标普500指数呢，它是由标普道琼指数公司所开发并且到现在都还在维持。那标准普尔500指数它的筛选方式是怎样进行筛选的呢？首先，它筛选的公司，它的总部要位于美国，并且它要在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证交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上市。还有它的市值要大于82亿美元以上，所以就代表说它是一个中大型的一个企业啦，以及它要连续4季获利。还有呢，它筛选大概是筛选500家公司，所以呢，标普500指数呢，它是属于美国的企业，再加上呢，它的市值要大于82亿美元，还有呢，它要持续的获利，以及呢，我们会筛选500家公司。那标普500指数它到底有什么诱惑的地方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呢是代表一个基金啊，那这个基金叫做 VFINX， 它是追踪标普500指数的，它是从1976年创立，然后到2016年之间呢，它总共经历了40年的时间。那如果我们一开始投资15000块美金到这档基金的话呢，40年的时间，我们的资本会变多少？会变成913300块，我们年化报酬率高达11%啊。各位，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假如你现在30岁，你投资到70岁，你一开始投资100万，你投资到70岁，那你的100万会变成6000万，那你就变成别人的富阿嬷、富阿公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是其他的主动型基金呢？其他的主动型基金在1976年的时候呢，大概有360档，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360档只剩下74档，存活率只有20%。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投资标普500指数这个被动型的基金，我们的存活率就是在这20%当中，并且我们的绩效还高达11%。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页这一页就是标普1500指数。我们标普500指数是其中一种那还有标普600指数，还有标普400指数。那标普500指数呢，代表的是大型股；那标普400指数呢是中型股；那标普600指数呢是小型股；那标普1500指数呢，就是把这几个指数呢全部砍放在一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从2001年到2020年，我们可以看到标普1500指数它最烂的时候的绩效也有超过40%以上的主动型基金的绩效这是非常夸张你不管是怎样，你都至少是中段班的一个基金然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它的绩效超越了 57% 以上的基金，在2019年的时候呢，也超越了 70% 以上的基金所以说我们投资标普1500指数就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报酬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SPIVA 啦。SPIVA 是什么？ SPIVA 就是标普指数的这个编制公司它记录每一个基金跟它的标普指数相比，它的绩效表现是如何。我可以说是他们非常的自大，就是他们一定要跟其他基金比。我就说，你看我们的指数就是最赞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2个表格上面这个表格呢，代表说大型股的基金去比上标普大型的指数，那中型股的基金去比上标普中型股的指数，小型股的基金去比上标普小型股的指数，然后比较5年、10年、20年，然后呢，标普它的胜率是多少？好，我们先看一下5年的部分5年的部分的话呢，标普指数最少都赢了 60% 以上的基金那如果是10年的话呢，赢了 70% 以上的基金，20年的以上的话呢，它基本上就可以赢到 90% 以上的基金这是非常的夸张各位可以想想看这些基金是有什么人在里面操盘的？华尔街经理人都是一些高知识分子，然后非常耐劳非常努力的人但是他们这样子操盘去选股，选出他们认为最棒的股票，长期的绩效表现竟然输给标普指数其实这个还蛮讽刺的，这么多聪明的人竟然赢不过我们这些就一般人去直接投资标普指数的绩效，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下面这张图代表说成长类、核心类跟价值类的股票又分为大型股、中型股跟小型股成长类就代表说投资人的绩效呢是来自于股价的增长，
那价值类呢，就代表说投资人绩效来自于股息的增长，或是股息的发放。那核心类呢，就代表说，这个公司呢，它除了可以给你价差，又可以给你股息。然后再来就是分为大型股、中型股和小型股。所以这边呢，总共有9档基金的类型。那这9档基金的类型呢，如果你投资20年的话呢，它跟标普指数相比，它的绩效表现谁比较高？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是成长类，成长类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90%以上的基金都无法赢过标普指数。核心类的话呢，基本上就是86%以上。那价值类的话呢，基本上是75%以上。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你投资标普指数的基金，基本上就会超越你其他主动去选股的基金，不管是成长类、核心类还是价值类，只要你时间拉长，基本上标普指数的基金胜率就非常的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呢，主要是表示左边这第一行是其他主动型的基金，那右边的话呢是标普相对应同类型的基金，我们来相比它的绩效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标普500指数第1年的绩效或许它只赢过了60%的基金，但是当你把时间拉到20年以上，它基本上就赢了94%以上的基金。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标普指数的基金你不管是中型股还是大型股还是核心股成分股价值股我们来相比，你只要拉到20年以上，同类型的基金标普指数基本上它胜率都高达7-8成以上。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件事情也就代表说，我们一般投资人我们不需要非常的聪明，我们只要投资标普指数的基金，我们的胜率就会非常的高。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页这一页是代表说标普指数的基金跟其他主动型的基金他们的绩效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如果你是在第1年的时候呢，你的绩效是18%，你或许会输给其他的同类型的基金，但是你拉到3年、5年、10年、20年，你会发现到标普指数的基金它的绩效基本上就赢过了其他类型的基金那其他类型的基金是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平均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标普指数的基金它绩效就是赢过了其他类型的基金加起来平均起来的绩效那这些标普指数当中哪一个绩效是最好的？可以看到 S&P 600指数，也就是小型股的指数，它的绩效表现是最好的它这20年当中呢，它平均年化报酬率可以高达 10.1%所以说如果各位想要投资的话呢，你不想要投资 S&P 500指数，因为它主要是大型股嘛，你可以投资 S&P 600指数它是小型股的它的绩效表现呢也比 S&P 500指数表现更好。那到这边我们可以发现，标普指数它的绩效表现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异。那这期影片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去投资 S&P 500指数，就是 S&P 的大型股的指数。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 S&P 400指数或者 S&P 600指数，就是中型股跟小型股要如何去进行投资的话呢，那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再看状况呢再做这些影片。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S&P 500指数要如何投资。我这边给大家4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 SPY， 第二个选择叫 IVV， 第三个选择叫 VOO， 第四个选择叫00646，就是台湾的 ETF 啦。那这4档 ETF 它的创立年限呢，最早的就是 SPY， 最晚的就是00646。那公司的部分的话呢，有一家我最喜欢的公司就是 Vanguard， 它所创立的 ETF 就是 VOO， 它也是追踪 S&P 500指数的。那周转率的部分的话呢，最少周转率的是 SPY 了。那周转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股票，如果你100%的股票，你1年大概会更换 2% 的股票的话呢，你的周转率就是 2%。那我认为啦，周转率不要太高因为周转率太高就代表你会有交易的成本，那你交易成本高起来的话呢，你的成本就提高嘛，对不对？好，那持股数的部分的话呢，这4档 ETF 它的持股大概都是500多只股票。那有人会说，为什么这些持股都不一样？因为主要就是这几档 ETF 他们去更换他们成分股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就是调整成分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差异。好，那净资产的部分的话呢，最大的就是 VOO7395亿虽然 SPY 呢它是最早出来的 ETF， 但是呢 VOO急起直追它的净值已经超越了 SPY。那最少的呢就是00646只有2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总开销的部分SPY 的部分的话是 0.0945%， IVV 0.03%， VOO 0.03%， 00646竟然是 0.66%， 非常的高那交易量的部分的话呢 ，SPY 是最好的它有6600万毕竟它是老字号的嘛，所以比较多人在那边交易那最低交易量呢是00646，只有48万。那交易量呢 ，Kevin 认为你只要超过200万就是非常不错的 ETF， 它的流通性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好，那在这5年平均报酬率最高的是 VOO 17.13%， IVV 17.12%。有人会说奇怪，为什么00646只有11.8%？为什么它这么低？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讲到。除息跟配息的部分的话呢 ，SPY、IVV、VOO 1年都是配4次，那就是3月、6月、9月、12月，但是00646是没有配息的，
那配息最高的呢是 VOO 1.4%。那为什么 VOO 它的配息是最高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内扣费用最低啦。各位可以想想看嘛，你投资这档 ETF， 它的公司发股息的时候，这些股息就算是它的净值嘛。如果你的净值内扣费用很高你当然就配不出股息啦。你净值内扣费用越低，那你当然是配越多股息啊。所以说为什么00646它没有配息？当然就是因为它的内扣费用太高嘛。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档 ETF 它的 Top 10的成分股因为他们都追踪同一个指数，所以他们基本上成分股都差不多啦。前6档基本上就是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 还有 Google。然后下面这个 BRKB 的话呢，就是波克夏巴菲特的公司，特斯拉还有 Nvidia 等等。那我们看一下他们这几档基本上他们成分股差不多。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产业分布因为刚刚那几档 ETF 它的成分股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们这个产业分布我们就看 VOO 的产业分布。那 VOO 的它的产业分布呢，技术服务类是 19%， 金融 15%， 电子技术 14%， 健康科技 10%。我们可以看到它产业分类是非常的分散的，相对我们0050来讲，我们0050光是科技业就高达 70%， 所以它在产业分布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的优异。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基金流量的部分。SPY、IVV、VOO 他们的基金流量，为什么我们要看基金流量？因为我们看基金流量，我们才可以知道哪一档 ETF 更受全球投资人的瞩目。SPY 呢，它这10年从2001年到2021年这10年当中呢，它净流进的一个资金大概是235亿 ，IVV 是1128亿，VOO 是1341亿。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VOO 这档 ETF 是全球投资人如果他投资 S&P 500指数最受瞩目的一档 ETF。那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它内扣费用比较低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全球投资人喜欢投资一些内扣费用比较低的 ETF。但是我又听到有些投资人会说内扣费用没有差，重点是绩效。那这些投资人不就是非常的奇怪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内扣费用这么重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S&P 500指数它从2002年到2021年它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9%。 如果我们是用1万块钱投资 S&P 500指数的 ETF 投资50年， A 基金这档 ETF 它内扣费用是 0%， B 基金这档 ETF 内扣费用是 0.03%， C 基金这档 ETF 它内扣费用是 0.66%。 我们都投资50年，绩效表现是怎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黄色的是代表 A 基金，红色的是代表 B 基金，蓝色的部分的话呢是代表 C 基金。可以看到 A 基金跟 B 基金他们的绩效表现其实相差不多，但是 C 基金就差得远了。虽然 C 基金它内扣费用只有 0.66%， 但是它竟然相差了20万这是非常的夸张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说这样感觉好像相差多少比例好像不太了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这张图是代表说你基金的绩效去除上这档基金它所追踪的指数的绩效。我们可以看一下B 基金的部分它的绩效是 98%， 也就是说你基本上有 98% 你指数的绩效你是有拿到的，但是 C 基金你却只拿到 73%， 而且你内扣费用只有 0.66%你就只拿到 73% 的指数绩效。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投资人投入了 100% 的资金，承担了 100% 的风险，但是我们的报酬却被基金公司或是一些金融系统剥削了 27%， 而且这只是因为你的内扣费用只有 0.66% 而已拉长到50年竟然就被剥削了 27%。那各位知道吗？台湾的共同基金它的平均内扣费用大概是 1.5% 左右， 1.5% 左右你投资50年的话，相同绩效表现你的剩余绩效就剩不到 50%。 你想想看，你投入 100% 的钱，你承担了 100% 的风险嘛，因为投资有风险嘛，请详阅公开说明书嘛。你承担了 100% 的风险，但是你的钱你的绩效被别人分走了 50% 以上，这个你能接受吗？这个我是不能接受所以如果是我投资 ETF 的话呢，我一定会选择内扣费用最低的，因为这是我们面临的风险，一定会面临的风险，我们一定要把它降到最低。报酬的部分的话呢，谁知道呢？但是风险我们一定要把它降到最低。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要如何去降低我们投资的风险，内扣费用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我们要如何增加我们投资的报酬率。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股息再投资。我们来看一下 SPY 从1995年投资到2021年，投资了大概26年的时间。如果你要用股息再投资，你的绩效表现每年年化报酬率是 10%， 你没有用股息再投资的话呢，你的年化报酬率是 8.82%。有人会说相差 1.2% 相差很多吗？相差超级多。你一开始投资1万块美金，然后使用股息再投资，你的绩效是11万9千。如果你没有用股息再投资，你的绩效是8万9千。这中间呢相差了3万块，3万块大概就是30%的绩效了。
只是因为股息再投资而已哦，你投资的标的都一样哦，你只是有用股息再投资而已，你就多加了3万块的绩效啊，这是非常夸张的所以说各位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能股息再投资的方式去进行投资。好，我们讲了那么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0050跟00646这2档 ETF 的绩效表现。因为很多人会跟 Kevin 比较说 ，Kevin 啊，你投资美股大盘绩效没有比0050还要好了，我就觉得很问号，真的假的？就他是拿00646跟我比。00646的话呢，它的绩效表现呢，的确是比0050还要低在这5年当中相差了大概20%左右。但是为什么会这么低？我就觉得很好奇。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张图，这张图是表示 SPY、VOO、IVV 这几档 ETF 相对于00646的绩效表现。我们可以看到 VOO、SPY、IVV 它的绩效表现比0066高了30%以上。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多？主要就是因为00646它的内扣费用太高了。再来就是因为汇率的波动，因为最近这几年台币持续升值台币兑换美元持续强势所以说你要是买美股的东西，然后再换回台币的话呢，你的费用的话呢，你的绩效的表现就会比较差所以说 Kevin 认为，如果你要拿来比较的话，你不能拿00646来跟0050比较，你要拿 SPY 来跟0050做比较，并且我们把时间拉长，拉个15年来看，各位有没有发现，投资 SPY 它的报酬率是260%，0050报酬率是190%，这中间相差了70%的报酬率，也就是说，你投资 SPY， 你的绩效会比0050的绩效还要多出1/3左右。那为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0050的内扣费用是 0.46%， 但是 SPY 的内扣费用只有 0.095%，0.0945%。再加上 SPY 它是投资美国大盘，它的市场绩效就是比0050，也就是台湾50的绩效还要好，所以会导致说 SPY 的绩效就整比0050还要高出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你要投资大盘的绩效的话呢，一定要投资 SPY， 也就是美国500大企业。好，那影片到这边，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主要的3个重点。第一个，如果你要投资 ETF， 你一定要选择内扣费用低的，因为我们这些投资人拒绝当凯子。第二个，我们要使用股息再投资来投资 ETF， 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复利的效应来为我们创造出更高的绩效。第三个就是你买了之后呢，你就好好睡觉就好了就不用再去盯盘了。这样子长期下来，经过20年，你的绩效表现就可以赢过90%以上的同类型基金那影片到这边，有人会说 Kevin 啊，你讲那么多，你也没有推荐我到底要买哪一档 ETF 跟我讲好不好？好，那如果你要长期投资的话，你适合投资 VOO、IVV 还有 SPY。那如果你要使用选择权的话呢，比较适合是 SPY 因为 SPY 它交易量比较大所以它用选择权的话呢会比较方便会比较容易去交易。好，接下来影片到这边，我们来进行自我评量时间。如果你想要投资标普500指数的话呢，你会想要用哪一档 ETF？ 第一，除了00646其他都好。第二，不，我只投资个股。第三 SPY， 第四 IVV， 第五 VOO。 好，那影片到这边，如果还在荧幕前面的各位，Kevin 要给大家一个 bonus。 那个 bonus 就是因为上一部影片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跟 Kevin 讲说Kevin 你可以拍一些有关于美股的影片吗？像是如何开户，或是付委托跟美国券商哪一个比较好，或是要如何去投资美股等等的资讯吗？那 Kevin 有听到各位的心声，所以这几天呢 Kevin 有做了非常非常多有关于美股投资的一些资源，那我要准备要分享给各位。那各位要如何拿到这些资源呢？你们只要在下方留言，我会持续投资自己，也投资美股。这样子呢，只要 Kevin 将我的资源做好了，我就会免费将这些资源呢送给有在下方留言的人。我相信对那些人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我是不随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喽，拜拜。